如果来天水旅行，记得去天水麒麟儿姜伯约的故里，也就是天水冈谷县。这边不仅有姜维的祠堂，后山还有姜维的衣冠冢。我们可以在这里泪酒祭奠，去追忆汉朝的最后一位大将军。我是从天水市区自驾过去的，沿途都是这种小道，但是车不能开，我随便找了个能停车的地方。实际上，姜维纪念馆的入口附近还有停车场。纪念馆的入口是一个厚重的石牌楼，中间的对联和两侧的大金字文武忠孝，都是对姜维生平的肯定。穿过这道石牌楼，就能在小院里看到很多年代比较新的石碑，其中居然还有日本人给姜维立的碑。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就能看到一座4入3门3楼的牌楼，它的斗拱看起来特别纷繁华丽，上边写着3个褪色的金字姜公祠。走近了看，能看到上方的红波匾额和下方的纪念馆标识。穿过这道门，我们来到了姜维祠的主建筑，此殿屋顶覆绿色琉璃瓦，官方资料说它是悬山顶双泼水，可我怎么觉得它和歇山顶如此相似？几岔的位置像是个道教标识，但我不认识它，知道的朋友可以科普一下。祠内供奉着姜维的塑像，此像高2.7米，指的是姜维27岁在蜀汉封侯拜将。说来诸葛丞相也是27岁出山的，不知他们生前相遇或者地下重逢时有没有聊过这个事儿。室内两侧的壁画简略描述了姜维的生平。姜维字伯约，天水冈谷人，原为三国时期的魏国将领，因为被上司猜忌，不得已投靠了蜀汉，并被诸葛亮所重用。在诸葛亮去世后，姜维扛起了蜀汉北伐的大旗，但进展非常有限。后来整个蜀汉都投降了，但姜维仍然在密谋复国，但不幸功亏一篑，自己死后也被弃尸荒野。所以如今各地的姜维墓基本都是姜维的衣冠冢。至此，我们就逛完了姜维纪念馆。没错，纪念馆就是这么一座2进小院，10分钟就能看完。而下一站就要到山上看姜维墓了。现在山路正在施工，一开始我以为是给祭拜姜维的游客铺路，后来施工队里有个社牛大哥过来给我讲了讲，原来之前下雨会把山上的土冲进姜家庄村，严重影响村民的生活。现在是要修个管道，把雨水引到另一个方向的大水渠里，大家就不会再受这种困扰了。言归正传，我们现在准备上山。以前看一些探墓博主的视频，感觉找个墓也不算什么，今天轮到自己找墓了，那真的是气喘如牛，爬个小山就累个半死。幸好这段路途并不远，没爬多久就遇到了指示牌，告诉我没爬错。不久后，我们终于找到了姜维墓的神道，前方有9级台阶，意为9伐中原。实际上姜维北伐是11次，我们从这儿走上去便抵达了姜维墓的封土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经过一通长途跋涉，终于找到了姜维墓的封土，就在我背后了。一会儿咱们来看一看。姜维墓的封土前有很多供奉，这2束菊花可不是塑料假花，而是货真价实的鲜花，看起来很新鲜，应该是新供上的。这边有一瓶看起来很贵的国宴酒，这边是一瓶网红酒。旁边圆形的小东西像是姜维头像，这还有一袋华莱士，伯约将军应该不挑食。我来之前忘了带祭品了，幸好我自己是酒蒙子，就用这个来泪酒祭奠吧。虽然这里只是姜维的衣冠冢，但仍有很多人铭记他，前来祭拜他。中国人向来以成败论英雄，而姜维身为失败者，为什么还能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呢？这得从他所在的后三国时代说起。此时曹魏那边，司马昭的手下敢当街弑君，经常弑君的朋友都知道，这里的操作空间其实很大，哪怕让皇帝在厕所里身中6箭，最后鉴定为自杀，也不失为一种方法。但当街给皇帝捅个透明窟窿，过后当事人又爬到屋顶直播复盘，这种名场面在整个5000年的文明史中都是相当炸裂的。孙吴那边权臣互相宰了好几轮，世家大族各有小99，末代皇帝孙皓帅不过3秒，除了嘴厉害之外哪儿都不厉害。姜维自己所在的蜀汉这边，邓艾几千人兵临成都，敢出战的个个白给，最后直接投了。投降这种事儿绝不是皇帝刘禅一个人能决定的，大概率是益州大家长们又想认新主子了。总结下来就是，这就是个脸都不要了的时代，偏偏还有姜维这么个要脸的人。所有人都向时代妥协了，就他一个人还惦记着光复大汉。其实无论什么时代，蝇营狗苟和精心算计都是人生的常态。越是深入世故，就越发明白姜维的可贵之处。能发出光芒的人本就珍贵，而黑暗时代的一道光就更加弥足珍贵了。可惜这道光没能照亮黑暗，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这句诸葛亮的名言，最终却应在了姜维的身上。或许这也是一种宿命吧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1键3连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